今天这个包啊，制作的要点呢，就是整个包的制作都是围绕着这2根拉链进行的哈。只要记住这个要点，制作起来呢还是非常容易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手工呢是这样子的一款小包哈，这是一款经典买菜小包。为什么说它是买菜小包呢？因为啊，我买菜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，零票啊，乱七八糟的，所以呢要求小包口子要大。打开一找，马上一目了然。我现在这里面放的是手机啊，它还挺大，放手机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，夹层要多，前边呢还有个拉链，我这儿也有个夹层，夹层也很大，找东西很方便。我这儿呢打算放卡。那么东西买多了以后呢，往往我们2只手是站着的，会拎着塑料袋，所以呢这个小包有个拎绳。其实小包去菜场这样夹着挺容易掉的，所以呢它可以这样拎起来。所以具有这样的功能呢，它就是一个经典的买菜小包了。今天啊，我就把它的制作过程分享给大家。我先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这一小包的材料和具体的尺寸。这个呢是前片部分哈，前面部分上面呢有这样一个带拉链的口袋。那我这2份材料呢是烫了秤的，这片材料长度呢21厘米，宽度呢10厘米。这份材料长度21厘米，宽度呢3厘米。我们还需要一根21厘米长的拉链。这个呢是里子材料，它的长度呢21厘米，宽度呢19厘米。这块材料呢没有烫秤。这个呢是小包后片面子上的材料哈，我呢烫了一个无纺秤，它呢长度21厘米，宽度呢是4厘米。这2片呢是里子材料，所以呢我就没有烫秤，它的大小和它呢是一模一样的。小包的包口呢还需要一根21厘米长的拉链。这块面料呢是用来做小包的包带的，它的长度啊25厘米，宽度呢6厘米。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了哈。我们把这块包带材料这样子折叠，然后在2边呢各车2毫米的窄边。包带呢做好了，接下来啊我们拿出这片材料，那我们在这2条边上各固定上一根拉链啊。然后固定的时候，咱们拉链正面和这个正面相对哈，然后这儿车一条线，那这条边呢和这条拉链这样子车一条线。2根拉链呢固定好了，固定拉链的时候记得2端啊要这样子窝一个角，这是反面哈，这个呢是正面。那这根拉链呢是我们主体材料上面包口的拉链，这根拉链是前片上的拉链。接下来呢我们在前片的这根拉链的这边固定上这2份材料哈，我们把材料的正面和拉链的正面相对，然后搁在里子材料上边。搁好以后呢，拉链是夹在中间的，我们把它们车在一起。这条线呢车好了，现在呢我们把它翻过来哈，翻过来以后，我们把里子的这条边和拉链的这条边对齐，我用夹子固定一下哈。固定好以后呢，我们这儿车一条线。那这条线车的位置啊，其实在正面正好是拉链的这儿会车上一条窄边。这条窄边呢车好了，那咱们这个前片口袋呢就处理完成了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包口的这条拉链这样子翻下来，然后在这面搁上主体的里子材料，其中的一片哈，我们把它搁上去。这儿车一条线，这条线呢车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在包口拉链的这条边上哈，固定上后片的面子和里子，然后我们把它搁上去，和刚才一样哈。拉链的这一片呢要夹在中间，然后盖上后片的面子。那正面和正面相对，我们这样子车一条线。这条线呢车好了，那么现在咱们除了提手以外，所有的材料呢全部都组合在一起了哈。它呢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呢是前片，那前片这儿呢有一个口袋，这个呢是前片的里子，这个呢是后片的面子哈，后片的里子。现在我们后片的面子和前片的面子叠在一起，那后片的里子和前片的里子叠在一起，我们整个车一圈，这儿呢要留反口，
车到面子的时候啊，咱把最初做的这个提手摆在那个侧缝的地方哈，也一起车上。一圈线呢车好了，反口留在这儿哈。现在呢，我们从反口把包呢翻到正面。那翻到正面以后呢，我们用缝纫机把这个反口呢给缝上。缝上反口以后啊，咱们这个包呢就制作完成了。今天这个包啊，制作的要点呢，就是整个包的制作都是围绕着这2根拉链进行的哈。只要记住这个要点，制作起来呢还是非常容易的。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内容，请您点击加关注。咱们下期再见。